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在今天9月24号的下午3点40分，我们在台北市立体育馆的4楼要进行女子大专组的比赛，将是由台湾师大要来迎战深圳大学。 那在昨天的比赛呢，我们看到台湾师大呢，最终是以66比63三分险胜的世新大学。那深圳呢，则是以77比100败给了文化大学。那台湾师大当然，这个张玉兰回到台湾之后呢，第一场比赛呢就演出了大三元了。当然带领球队最后是拿下胜利，非常惊险，以3分击败了世新。那张玉兰呢，大三元当中还包含10次的抄截，包括在比赛中场前的关键的抄截，也让他帮球队的锁住了胜利。来听一下场边的球员介绍。 好，看完了双方的球员介绍，先来看一下两边的先发5人。台湾师大部分包括2号的江子柔、4号的谢乔义、21号的游清化、23号张玉兰以及43号的徐巧云。而深圳大学部分呢，包括5号的徐玉涵、9号的周亚璇、11号的袁怡静、23号的林淑婷以及24号的张楚玉。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呢，将是我李敏静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许志超来为大家服务。超哥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早上要先进行开球嘉宾的开球仪式。每一年的登峰造极要邀请非常多的贵宾来到了现场。我们看到的是台湾运彩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顾问蔡明哲先生来到现场，非常欢迎他。对，我们其实知道登峰造极公益篮球邀请赛都会除了高中组，那在前一阶段打完之后，现在这几天是大学组。 昨天第一天，对，从第2天开始我们进行直播，一路来到了礼拜6的最后一场比赛。昨天第一天的深圳大学是吞下败仗对，不过台师大这一边是打得很惊险3分的差距险胜了世新。对，当然这等于是新学年大家有一点季前热身赛的味道啊。对，其实我觉得因为。 说在调整阶段了顺便看一下新人嘛，对，跟一些年纪大的学姐啊，然后跟一些学妹的配合，还有就是暑假可能有去打一些杯赛跟训练的成果。确实。好，在简单隆重的开球仪式过后呢，这一场台师大跟深圳大学之战马上就要展开。 当然，在今年女子的外队部分，除了深圳大学，还有上海交大。上海交大这个实力非常的惊人啊，算是今年登峰造极可能最有冠军相的球队之一啊。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刚刚其实在场边啊，就有跟一些
老球迷提到，对，他们就说哇，上海交大怎么那么强？我跟他讲，我说光在大陆啊，你听到上海2个字，就要肃然起敬。是啊，他是前4强啊，在这个中国的联赛。BJ， 我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最近这1、2年我去跑大陆比较多啊，比较往返，那上海的几率也比较高啊，所以你光大陆你听到上海就已经肃然起敬，你又听到交大。其实上交不止篮球强，当然整个学校全部是这个学术的顶尖大学。当然，我刚刚就开玩笑，你不要看这些，搞不好连上交的警卫啊都已经抬头挺胸了。开玩笑，真的啊，我没骗你。超哥，你太幽默了。真的，因为你听到上海，再听到交大，开玩笑。好，那这一场呢是由台湾师大对上的是深圳大学。刚刚有提到深圳前一场比赛呢是77比100败给了文化。那在先发的名单部分呢，把这个5号的许玉涵给换上来。那许玉涵在前一场比赛只打了4分多钟就拿7分啊，所以得分效率非常好啊。今天就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对，其实我们看到板凳席区这里深圳大学这边大概只有9名球员场上5位先发跟下面板凳席坐了4位。2位的教练团总教练跟教练。好，一开始张玉兰轻轻松松啊，接到队友的传球，在篮底下摆进2分。一开始的跳球马上把握住机会。张玉兰其实在以前就是高中就赫有名啊。对。他跟子柔又搭档在一块，刚刚也是子柔的一个助攻，不过马上在45度角还以颜色投进一个3分球。好，子柔来了，没问题啊，从左边的上篮，这一球。过框不入啊！对，我刚正要讲，穿24号的都绝非不是等闲之辈，都是狠角色还来不及啊！好，玉兰节奏相当的快，再给子柔，大对角的转移，来到中距离底线的位置，空心，我都觉得这球还没拿好。乔毅一出手已经进了，两边的速度打得很快啊！一开始，好的，看深圳大学在外围找机会。左半边，要注意进攻的时间哦。是，好，心脏地带的跳投，好 ，in and out，玉兰掌握到篮板球，好 ，leading cut pass， 但是子柔没有机会再带出来，好，过来挡一个。左右两边底线的跳投，都新化。同样是 long two 出手，两边在第一节一开始的命中率都不错，包括刚刚有提到今天获得先发机会的徐涵也投进了这个 long two， 第一次出手就把握住昨天打4分多钟拿7分哦。篮板球掌握在深圳的手上。袁一静在传导。我们看到台湾师大的补位相当的快板凳席区这边也看到领队季立康老师季立康领队我不能称为老师，因为我以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太习惯，太习惯。对，其实我们篮球界都称季老师季老师，我们只要一讲到季老师，就是季立康老师，对，就知道是谁了啦。对，他是运动心理组的翘楚权威在国内。第2颗3分球出炉，哇，许玉涵真的得分效率可怕与有荣焉同中外线也是你拿手的你给够。我没有，我中两分球就好，我3分远距离没办法。张玉兰比了一下，并没有出手。最后选择投long two没有，篮板球在深圳大学的手上。很快的长传全场就是许玉涵，但是把速度慢下来，交给跟进的队友，球掉了。那现在形成2打3，可能要把节奏放慢，还是要等队友好球，空档，没有把握住哇，两边目前节奏真的是相当快。我要出手了，差一点。好，再交给徐涵，3分线外，哇，可惜投了一个 elbow，但篮板球被玉兰给断掉。
给子柔，中距离有了。好，子柔投进之后呢，双方形成了8比8。哇，看许玉兰打球真的是相当舒服哦，感觉上他都还没有用到力量，就很顺的这样推而已。那玉兰当然，这2年啊，不断的因为伤势的困扰，所以今年也决定回到台湾号的养伤这边打球。对，当然也不要影响他未来的这个篮球生涯。希望他在伤势完全痊愈的机会，还有办法在旅外啊。好，这一球一箭穿心，然后在底下补第2次，多了一个篮板。张玉兰轻松啊！这一球我觉得他是故意不进，可以多一个进攻篮板，所以他常常会有大3元甚至大4喜的数据啊产生。好，在底线的位置收了包夹的情况下，球出不来吗？好，这球被断掉了。好，这现在是个2打0了，张玉兰自己上了。来看一下玉兰，少一个助攻啊，少一个助攻，他先拿2分啊。因为子柔后来也没跑、啊，对，因为子柔也是后卫嘛，想说我不行，我后卫助攻数还是要比你多。是。好，外线是开玩笑了啊！一步的出手没有，不过深圳把握了进攻篮板，再一次给一进。哦，这一球人过球流，那现在形成2打2。哦，子柔开始要发挥速度了，来了小跑车，可惜这一球没有摆进去，跑太快了哦，跑到篮筐的另外一边了。哇，这球硬扛啊！好，那现在来比赛没有了啊，子柔这一次没有人挡他了，轻轻松松摆进2分，形成了14比8。哦，所以场边喊出暂停，台北师大暂时6分领先深圳大学。欢迎再回到台师大跟深圳大学之战啊！刚刚台湾师大打出一波8比0的攻势，也逼了深圳大学喊出了暂停。哦，从原本8比6领先，现在反倒是8比14落后。那在上半场啊，到目前为止，其实深圳大学是投进了2颗3分球了，包括了这个徐玉涵，徐玉涵在昨天非常好的表现，今天获得先发机会，也投进3分球。另外一颗是张楚瑜24号啊。刚刚镜头上面所照到的就是李教练跟张教练，深圳大学。他现在把廖本轩也换上来了。好，林书婷，哇，这球掉了。来看一下台湾师大。哇，目前打到现在，台湾师大超节数很多导致防守的强度啊，真的是强度质量非常强啊。哇，又超节，马上又超回来，差一点哦。来看一下刚刚哇，这个动作差一点点再把球权给断掉。马上后半场直接就对人反应很快。张楚瑜影响了出手进，第2颗的3分弹。你怎么可以说他勉强？他搞不好平常都这样，而且很准啊，真的很准，是空心的。已经跟你说穿24号绝非浪得虚名。是。我们那个年代是23了，对，23、33、32这种那每个世代有每个球星他代表的号码。我们那个年代大概23第一啦，3 Jordan 嘛，再来32、33、34都有代表人物。没错 ，Larry Bird 啊 ，Magic Johnson、巴克利啊，对，阿拉吉旺啊，都是32、33、34等级，都这些背号。我们刚刚讲这些，应该年轻球迷都不认识了吧？
年轻球迷的爸爸认识。对。好，新化的第2颗也罚进。好，来看深圳大学外围找机会，拿得接起，又是一个小空档，可惜李道清还不错哈。有心话，又是中距离。刚刚的罚球完之后呢，这次的底线中距离再拿分数，相当的有信心哈。底线一拿到球，脚步垫了就出手了。对，那深州大学传球就发生失误了。乔毅再给出来，新化，亚富。再给玉兰，来到弧顶的位置，1对1了，从左边切入吗？变速之后的大对角转移，哇，勉强的出手。时间也快要到点了哦。来看深圳大学的这一波进攻，再回给廖美萱。张楚玉再投3分，偏了。张楚玉这边其实想要一个犯规哈，差一点，哨音没响。不过篮板球还是在深圳的手上。好，台湾师大这时候做人员调整，把魏诗韵给换上来。新化下来休息。直接给底线又掉了，又是玉兰的超前，给亚富，已经提前起步了但是左边的上篮，今天台湾师大2次都没要到分数。对，这次上篮放的比较低哦，稍微放高一点，可能还有机会。哎呦，哇，因为还没站好。对，篮板球还是在深圳的手上。正面的打板有了。11号的袁一信。这个传球球线太长意图比较明显被深圳大学给断掉。1号是李鲁月。现在看前一波，袁一信拿到球之后呢，直接正面的打板。深圳大学秩序社这边大概有4位181米以上的球员也是身材也都是，其实我觉得还比台湾师大稍微好一点。这时候许玉涵又回到场上，底线撞开一点点的空间出手，可惜。张楚玉没机会。徐玉涵做一个简单的挡人 ，step back 之后呢，3分线距，第3颗了。我相信了，他要高难度才会进啊。相信绝对的啦。张楚玉，他的9分都是来自于三分，全部都是3分球。对，所以当然等一下，我想台湾师大的教练团这边梁家英教练已经发现到不止他啦，我觉得选手在打这一节还没结束，已经看到谁是得分的主力了。是张玉涵。袁一静，好，最后同样选择3分距，连中2元。投进3分的是李鲁月。哇，现在反超了。对，而且有3名选手，大概5个3分球来自于3个选手对。当然张楚玉3颗最多。对，李鲁月、许玉涵。对，许玉涵各1颗。张楚玉深圳大学2手张楚玉捞上1分，台师大8底线球。昨天深圳大学其实是对到文化大学，对，那输的比分也来自于比较多，当然也看不出，搞不好他们后面就做了一个调整，全力要拼今天这一场球因为还是要以决赛，因为女子组是打一个单循环嘛，对不对？每队都要对到。对。
节深圳大学从原本落后到现在领先，最重要还是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非常的理想啊！到目前为止，三分球10投5中。对，你得了19分，有15分是来自于三分线哦。袁一庆面对子柔防守，哇，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直接高到篮底下，但是位置并不好。张玉兰的反应动作很快，要小心，千万不能受伤啊！玉兰。进攻时间还有8秒。好，要交给林淑婷来发边线。哇，其实这2队肢体动作很频繁哎。敏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对，又是硬起啊！这都接近像男生的节奏跟速度频率哦。我觉得啦，现在篮球真的进步太多了。好，子柔假传正确，这一次总分在左边要回2分了。这球放得很有技巧哦，最后的 finger roll 手腕运用的相当巧妙。时间只剩下了10秒钟哦，第1节结束。好，袁一庆。林淑婷这一球运的有点跌跌撞撞，结果裁判的哨音出现。没关系哈，还没有加罚。0.9秒。好，不义的犯规，剩下0.9秒。这个犯规破坏了对方最后进攻的节奏。高调要第一时间，但是第2时间就时间到点了，所以球进不算。在第1节，台湾师大最终还是以20-19暂时1分领先深圳大学。欢迎再回到登峰造节的现场，台湾师大跟深圳大学之战在第1节结束暂时由台湾师大1分领先的深圳大学场边我们看到的是深圳大学的李教练运筹帷幄。那从原本的8分落后到一度还反超，那现在其实双方的分差是非常的有限啊。那当然梁教练这边当然也同样，我相信他也有其他的想法。对，肯定会交代刚刚第1节所表现不错的张楚玉对，24号这边一定要钳制他的外线，因为张楚玉在第1节投开了5次的3分外线出手，只命中3球。所以第1节大致上来看，深圳大学内线的得分比较少所以大部分都偏重在外围啊。那第1节在台湾师大这边，包括了江子柔，包括了新化，包括了玉兰，都是6分，对，相当平均。袁一庆慢下来，亚璇
好，直接硬起，被包夹了。吹了阻挡犯规哦，要进行2次的罚球。哦，周亚璇其实昨天表现得非常不错，他昨天拿下了16分，另外抓下5个篮板。他昨天总共打了将近35分钟哦。好，第一罚顺利罚进。哦，周亚璇他的身高有178公分，那目前是大2的学生。2罚都进。好，张玉兰切入，哇，好球！这个第一步过得真快，级别明显就不一样哈。当然，希望他在身体健康的状况下，我觉得以后中华队应该是常年的基本课啊，基本名单啊，未来10年都很有机会了。对，好，子柔又是 leading pass， 不过来到了一下比较深的位置，并不好出手，给到外面了，普英。好，子柔又是第一步过了，小跑车哦。他们大陆可能没有看过这么小的。哇，这一球又被点掉哦，又是玉兰，而且应该是故意犯规，吹 U 了哈。对。哇，张玉兰在昨天她是有10次的超解完成大3元，那今天呢，她的超解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火烫啊。应该最少3次了吧？哦。哎，第一罚没把握住。对。哦，张玉兰包含刚刚的超解，应该是第4次超解。第4啊。对，我还少算1次。但是2次的发球都没要到分数，比较可惜。好，不过还握有球权，台湾师大。违反运动道德是2罚加球权哦。好，玉兰，普英。这球塞到禁区，可惜第一时间翻身，并没有跳投。好，最后选择外线的出手，完全劈到没有碰篮筐，但是进攻篮板把握。魏诗云呢，在篮底下抢到一个进攻篮板。对，魏诗云的得分现在双方来到5分的差距。对，也在本场获得得分的记录。好，那我们看到台湾师大这一边做人员的调整，啊，包括林普英跟张玉兰都下去休息。那现在也把徐巧云再换上来，刘一静、林淑婷调到左半边，哇，硬起张楚玉，走步为例哦，因为前面已经被关门了。所以现在其实已经知道了，只要张楚玉拿到球，大家就逼他下球啊，因为毕竟远投3分准的人，毕竟不怎么喜欢切入。是。哇，这个传球要小心。子柔切传之后来到底线，又是魏诗雨，全身都是假动作哈，张子柔。他在运球的时候边运边观察队友，其实他自己也可以出手的机会哦。打球真的相当的纯熟。对，那子柔当然身材比较迷你啊，官方的数据是155公分。千万没机会。好，云静的外围出手力道大，篮板球在台湾师大手上。巧云刚刚在抢到篮板球，正好想要赶快发动攻势。刚刚是张楚玉的犯规，第2犯了。
高低位的联络，拍漏出来没机会。好，小易也没有，最后子柔的外线狙，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投，哇，以为就要切入。子柔昨天可是拿19分啊，另外传出5次的助攻。对。那目前江子柔也是唯一一位得分来到双位数的球员啊，全场目前拿下11分了。其实他以前打高中联赛的时候，我就转播到过他的球赛，我其实蛮佩服他的，是因为刚刚 BJ 有讲，就是身材这么迷你，你可以把球打得很好，真的打得很好，真的打得非常好哦。好，相当灵活，没有受到高度的限制啊。而且他是1号控球了，所有的。过了半场的决策，其实都是他自己会发动，自己会观察。好，那刚刚又是台湾师大成功的防守，比分来到双位数的分差。换句话说，在第2节到目前为止，深圳大学只得到2分。对。又是一个切入的上篮徐巧云。几次的进攻都是看到台湾师大这边有左边的上篮机会很多哦。而且队友的搭配就能够挡出一条康庄大道，至少有来到了4次，包括1次子柔的上篮没进，哇，可能又危险哦。许玉涵现在被逼到了外围，袁一静，又是包夹的防守，台湾师大这边的在防守上给深圳大学很大的压力。最后其实还是要找到张楚玉相对的来讲，深圳大学这边几次的进攻，大部分围绕着张楚玉台师大这边就比较平均了，当然他跑起来打都是以快攻，因为失误也比较多了，所以有几次台湾师大的快攻都能把握住了。好，深圳大学底线，好，要小心张楚玉拿着就取。这球没进。徐巧云看一下队友的位置，魏诗云站出来。好，子柔给进来之后，在心脏地带硬起 N1 好球，够硬又是子柔的1次助攻啊。哇，魏诗云当然在第2节上来是打得非常活跃啊，命中率相当高。对，哇，刚刚子柔这一球也传得很巧妙啊。nice pass， 来了一个地板球好，魏诗云有机会一口气拿3分。目前魏诗云已经拿到6分了。魏诗云也是毕业于阳明高中对，他很多阳明的。对，现在是2年级的学生。对。所以跟子柔当然是默契十足了。那过去在高中就是队友了。好，一口气拿3分。魏诗云在第2节就拿7分了。台湾师大又用了球权，魏诗云，乔毅。好，这时候外线的空档力道轻。第2节这边深圳高中还是只拿下2分而已比分停在21，相当久。好，袁一静给到底线，李鲁月这个中距离还是没有把握。我是觉得体能开始有点下滑命中率开始，因为毕竟台湾师大这边不管在进攻的推进速度相当快，那防守的强度也是给予深圳大学相当大的压力徐小云外线瞄了一下，并没有出手，要决定快一点对，进攻时间剩2秒，还是硬起要犯规，还是杀出一条血路。好，我们看到在第2节还有4分57秒，场边喊出了 TV timeout。目前暂时由台湾师大36-21，15分领先了深圳大学。
欢迎你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画面上看到的是深圳大学在第2节完全受限于台湾师大的防守，包括自己的命中率不理想，所以在第2节目前打了超过5分钟，只拿2分。那反观在台湾师大这一边呢，在第1节拿了20分，在第2节还有5分。还将近5分钟的时间，他已经拿了16分了，所以两边的进攻火力在第1节跟第2节形成了极大的落差。对，台湾师大这边啊，在防守端这边也是要到，刚刚其实提到在半场阵地进攻啊，有几次都是从左路这边啊获得了几次上篮的机会。对，那第2节当然在台湾师大这一边，这个魏诗雨的表现最突出啊，在第2节他个人就拿7分。这时候台湾师大在做人员调整啊，玉兰又回到场上。好，来看一下乔云的罚球。第一罚力道大。2罚1中。那今天台湾师大当然现在是领先的16分，但是要挑剔的部分还是有啊，就是他们3分球命中率到目前为止7投减1中，所以其实他们不用打太多的外线，都是快攻得分对，没错，就是这种都是一直动位啊。周亚轩切入之后踩了一个脚步，可惜最后的放球差了一点。还是停在21分哦。21分魔咒哦。张玉兰球被拨了一下，最后还是吸引了深圳大学的下手犯规啊。犯规应该是71号的詹启仪。深圳大学70号张玉兰张玉兰要上去罚球。张玉兰今天3罚没进了哦。对，包括刚刚对手的这个违反运动道德犯规也没把握住，自己也很尴尬，笑了一下。好，总算4罚1中，25%的命中率。周亚轩，这球3篮底下，这是张玉兰的防守犯规，他自己觉得应该是很干净啦，但是裁判认为可能也有身体上的接触啊。对，角度的关系哦。看一下慢动作，反应真的很快哦，进攻防守都是好球了。第一罚力道太大，李鲁月。好，2罚1中，目前拿下4分。我们看到台湾师大推进真的够快，非常快哈，用传球代替运球，相当熟练啊，一直在动位啊。陈玉婷再给玉兰，何新化的中距离有，就是利用这样的传导要到空档。出手非常合理，而且有效率啊，很轻松哦。每个人运不会超过2下。对，但大家都有摸到球啊。对，充分展现篮球团体运动的结合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碰到球的情况下，传到新化的中间位置的空档。美轩，小抛投，也要到分数了。廖婉萱的进球。情况，把球给稳定住哈，进攻时间还早哈。徐小云踩了欧洲步，球被张楚玉拨了一下，还是台湾师大的球权。对，应该是要发一个底线球哈。进攻时间还有9秒。玉婷翻身的中距离也有，台湾师大第2节的命中率非常的理想啊。这一球其实有点不合理哦，就是进球就是好球，对，又抄到球了。3打2，2打2，好轻松的上篮再添2分。
哇，真的已经把比分给拉开来了，双方来到20分的分差。第一节打完只差1分，第二节还有2分45秒，双方差了20分。又要失误了，又僵爆了。好，那球轮替还是深圳大学的球。哇，一直在找机会哦，还是找不到哦。好，这时候勉强出手张楚玉，好，这球点掉。杨美轩走底线，啊，最后是自己碰出了界外。底线的角度本来就比较小哦，那你往底线去，那对角又没有来接应的话，就是产生自己的失误啊。第二节还有2分28秒。打负，再给玉兰。好，已经先犯规了。深圳大学1号有个老反威，加罚正在中。好，陈玉婷这时候要来罚2球。那在深圳大学的部分，1号李鲁玉已经是3犯了。人手本来就没有很多哦。当然，在台湾师大这边啊，也是7号的林普英啊，也是3犯。再度的走马换将，两边都是做一些球员的调整。好，许玉涵这时候上来。那另外林淑婷也上来，在深圳大学的部分。廖北轩先过半场，面对亚夫的防守，哦，这时候又被点掉。台湾师大今天光是抄截啊，就让深圳大学吃足苦头了。哦，张玉兰又在外线大对角的转移，这是一个空档出手，进，一气呵成。又一次助攻哦，叶佑全家刚上来哦，对，就把握住，是今年是台湾师大的新人啊，全家都是篮球魂啊。对。哦，刚刚的超节防守转移，空档把握，台湾师大这一波进攻真的打得非常的精彩，一气呵成。看一下，好，对角转移，这个空档马上把握住了，很远啊，叶佑全，连篮筐都没碰到，真的很准。Nothing but net。第一罚没进。林淑婷的第2罚进了。打负，又是在底线的空档，差一点哦，叶佑全接到球其实相当有信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平常练的次数非常多啊。他在高中其实就是在南山的时候就是非常有名的射手哦。没错，啊，这球传球掉了，哦，又是台湾师大的超前。直接离地 pass， 哇，可惜拨进来，在深圳的手上。传的稍微深了一点。啊，右旋，好，这时候又是攻守的转换，没有人了。刚刚双手，现在换个单手。好，右旋，在换上来之后连打5分了。哇，台湾师大真的是得理不饶人啊！防守强度已经分数来到51-25。好，在第一节小试身手拿20分，在第2节现在拿31分了，而且还有45秒，上半场要结束。右旋，再给玉婷，打负，哇，给到拖车跟进，可惜没有摆进去。接球的后面的接球之后的角度比较小哦，那就给球的时机稍微慢了一点。如果再早个0.5秒，第右旋插板的角度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哦。哎，又是玉兰的犯规哦，会是第2犯。2犯都是在第2节。时间还有27.6秒。
shooting 的罚球。在上半场，台湾师大这一边子柔是拿下全场最高的11分，那另外张玉冉9分，贡献4次的抄截，3次助攻，3个篮板，还是非常的全面。那子柔除了拿11分之外呢，也传出4次的助攻。大表跟小表大概是2秒左右的差距。张玉冉左手运球之后，小球塞到篮底下，没有掌握出界，是深圳的球权。玉冉跟新化的搭配差了一点点。空档跑出来后，传的比较稍微低了一点。好，最后一波的进攻，外线出手，力道轻，篮板球还在深圳手上。好，许玉涵的出手没进，所以上半场结束，台湾师大在第2节拉出一波强攻，目前暂时以51比27，超过双位数领先的深圳大学。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在中场数据比较的部分啊，台湾师大在上半场非常可怕的2分球命中率高达63%，而深圳大学只有27%三分球的部分呢。当然，深圳大学在第一节张楚瑜个人就投进了3颗三分球，所以三分球的部分呢是领先的台湾师大。那双方在篮板球的部分，当然台湾师大呢命中率高，所以篮板球也相对比较少。那深圳大学是21个篮板，而台湾师大是16个篮板。那双方助攻的部分呢，台湾师大来到11次，而深圳大学只有4次。好，那在整体的罚球比较部分呢，台湾师大64%，而深圳大学是75%。那台湾师大上半场总共出现了12次的抄截，利用转换快攻的部分呢，确实让深圳大学是吃足了苦头。那另外在失误的部分呢，因为有被对手出现了12次的抄截，所以深圳大学上半场出现15次的失误，而台湾师大只有2次。那双方都有8次的犯规。我们看到在上半场，当然在第一节其实分数是非常的接近啊。当时台湾师大仅仅20比19，1分领先。不过到了第2节火力全开情况下，加上在防守上带给了深圳大学极大的压力，另外也限制了深圳大学的头号射手张楚瑜的外线火力啊。张楚瑜在第一节投进了3个三分球个人贡献9分，也帮助球队当时是在分数上呢跟台湾师大是有来有往，甚至一度领先。不过到了第2节确实在张楚瑜的部分呢，台湾师大做了非常有效的看管，那也让台师大呢在分数上呢是扬长而去啊。目前上半场打完已经来到51比27，双方有着24分的落差。再看一下台湾师大在第2节开始利用团队的传导还有默契上的搭配，确实带给深圳大学在防守上面疲于奔命在上半场结束子荣是拿下全场最高的11分，另外传出4次的助攻。那整场比赛刚刚也看到台湾师大是传出了11次的助攻，包括张玉兰在上半场也传出了5次助攻，另外贡献了5次的抄截。好，来看到这一个大队的角转移也是今天台湾师大做得非常好的团队默契的展现。叶佑璇投进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1颗3分球。
欢迎您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那在上半场结束了，我们看到台湾师大呢，那目前是以超过20分的分差领先的深圳大学，但最重要还是在第2节台湾师大给了这个深圳大学很大压力，尤其是在超节的部分，深圳大学基本上只要一掉球，那台湾师大快攻的情况下，这得分效率是非常高的。对，在传接转换这边，其实上半场有看到台湾师大这边在外围的命中率比较差一点，可是根本不用外围，每次都是多打少。不然阵地攻也是半场阵地攻的时候也是跑出来左边很多的空档，可以在队友不断的走位，很多的中距离。看到游信化这边也是把握度蛮高的。对。那当然，在第2节，台湾师大几位不是先发球员的表现都非常精彩，包括8号的魏时瑜拿下7分，另外陈玉婷也拿下4分。那叶佑璇当然在上场之后有投进3分球，目前也拿下5分哦。所以我想这几位不是先发主力的情况之下呢，到了第2节替补上来，能够贡献这样的分数，确实也是台湾师大在第2节能够拉开的非常平均哦。因为叶佑璇我们看到才打了大概。我觉得3分钟左右吧。右璇现在是打了2分18秒。对啊，没错吧？最多分，所以我没算错啊。因为凭我的印象，才上一下，怎么第一次出手都把握住了？那右璇，在2023年的登峰造极，那时候还打南山，他是创下拿下48分的登峰造极的纪录。镜头上面看到的就是深圳大学的2位教练哦，也是陈教练不是李教练跟张教练，李教练跟张教练。好，我们看到第3节的比赛开始，由台湾师大掌握第1波的球权。好，子柔中距离的3分去，子柔在第2节应该是休息蛮长的时间呐。第3节一开始电力满满，那江子柔现在拿下14分，全场最高。好，这个搭配之后，踩点走步，球赶快给出来。这时候台湾师大还是给予防守上的压力。这个手有一点点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响哨。硬起进，哇！进攻犯规了，吹进攻犯规。讨论一下吧，看一下。哇，周亚璇刚刚的嘴巴张得很大。哇，最后还是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哦。可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慢动作。好，再来看一下。手部动作稍微大了一点哦。这个右手有一些推的动作。对。在心脏地带转身打板没有，好，篮板球在深圳的手上，周亚璇。对，我们看到下半场其实叶佑璇就像我刚刚讲，也获得教练团的信任梁家安教练的信任，现在马上耳提面命也在跟他讲该怎么跑位，所以第3节他回到首发的阵容。球衣对他来讲是不是比较大件？太瘦了吧？太瘦了。我看他一直拉来拉去。好，这个外线没进，右璇的篮板这给子柔。哇，一个 looking pass 来到篮底下，来到外围的3分空档，可惜算过。哇，不过台湾师大这一波的转移是做得非常好，深圳大学差一点发生失误张楚玉把球躲掉，传给李鲁月的时候，李鲁月先巧妙性的躲掉。好，周亚璇在外围。现在有身高的优势，硬打，但是球被拨了一下，还是深圳的球。刚刚硬是把子柔给撞倒在地啊！好，再看一下这个大打小啊，这个小跑车遇到了坦克车了。好，子柔先下去调整一下。普英这时候上了。好，张楚玉的中距离大篮板球拨在了新化手上。2打2的情形之下，这个切入的传球发生失误了。从后头刹车不及，发生车祸，撞上去犯规。好，林普英的推人犯规。这是林普的第4犯了，刚换上来就4犯了，可能会缩短他在场上的时间。对，比分来到54比27刚好1倍。袁一静，差一点也是形成走步的违例实在是攻不进去了。台湾师大的防守
哦，只能在外围勉强的出手。哇，这球躲开，好球，好，林俊摆进2分。高友亚夫，好右旋外线出手，哇，弹道很直哦，力道大一点点哦。可是我其实看前面是有防守者，我根本没有想要他出手，因为就在我的前方。对，就是我们这个角度其实看起来很直哦，非常直。好，普英这时候硬起要犯规，右旋应该真的是，可是也是秀他的名字啊。不管是拉裤子本来已经比较大，是最近变瘦了，还是尺寸太大？来看林普英的罚球，第一罚把握住哦！哇，林普英的个人犯规已经来到了4次哦，4犯哦。嗯。 2罚都进。好，林普英这场比赛在分数上也有贡献了。张楚玉，张楚玉在第1节拿下9分之后，应该又一个撞对人的这个手哦，他其实是想要，现在张楚玉想要改一些得分的方式，他想要滑到低位去要球单打，他跟他换位哦，跟11号下去低位。 哦，这个手完全推出去了。嗯。哦，那张楚玉也3犯了。对。普英。清化。所以其实台湾师大这边不管在教练团在球员这边变化的相当快哦。张楚玉我们看到第1节，只有第1节有办法。我对一开始就讲过，绝对知道你要重点看守。好，刘清化的底线没有投进。我应该是第1次没进，不然他中距离相当的稳健。对他现在底线呢投得非常好。对。好，李鲁月大对角转移，来看这个空档 elbow， 哇，张楚玉真的完全在进攻上面呢，除了第1节之外，到现在没有发挥了。嗯，右旋给到外围，好，右旋拿了就取，哇，偏了。好，2波的进攻，台湾师大都没要到分数。对。 哦，2边都有一点的乱，我还是找不到机会啊！哇，哎呦，进攻防守都没看球啊！最后是林普英碰出界外了，这也还是深圳大学的球。没错，发底线球，还有9秒钟后，深圳大学这边请求换人。好，深圳大学把7号的孙奇岳给换上来，那23号的林书婷下去休息。 因为毕竟是连打5天的赛事哈，对，所以因为我看到板凳席这边还是只有来了9位投球。哇，张楚玉总算哦又投进了，好辛苦哦，孤掌难鸣啊。好，张楚玉，但今天的12分全部都是3分球。对。好，做了假动作，乔云要来罚2球，他犯规的是11号的袁一静。袁一静这时候下来休息，再把3号的廖美萱给换上来。好，徐小云罚进这一球之后呢，目前拿6分。 深圳大学本节犯规次数已经来到加罚了。廖美萱，看到24号张楚宇也是在低位置要球，先犯规，先犯规，那就第5犯嘞。哇，林普英今天的犯规很快就超标了。哇，所以林普英在第3节还有5分23秒要送你离开了。
好，福音今天在防守上面当然很辛苦了，吃了午饭，所以要提前下去休息。我想梁家英教练是刻意磨练他了，不然正常来讲，我们教练如果看到球员第3节示范的话，肯定会换下去，就是让他在场上可能把握机会啊，或是磨练他。你看看你平常训练犯规的尺度跟比赛就是不一样啊。是，把大家都骗了。应该还有，对啊，这3个演戏演得真好。怎么会发到快高？我想说，怎么白的3个在动，绿的全部都不动，那3个黑的裁判也别讲话，那是2罚啦。对，这第1罚而已。我这3个白的厉害哦，很专业，差一点上来，球已经过半场。第2罚罚进了。哇，这个传球球线太长，差点掉球，要小心。好，玉婷踩了脚步之后，中间切入，形成了深圳大学的犯规。这时候已经是犯法了，所以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犯规，都要罚球出进攻犯规。现在的篮球真的是不一样哦。我们看到，虽然是女子组的比赛，身体接触也是相当的频繁的。刚刚其实从第1节就开始看到很多肢体碰撞跟很多倒地抢球的一些画面。好，陈玉玲罚球罚进，目前拿了6分，2罚都进。廖美萱，张楚玉都有要球，但是第1节没有给。周亚璇还是被逼在外围啊！哇，这样的传球当然难度很高啊，那风险也大，所以又是发生了传球失误。那在第3节还有4分57秒，场边喊出了 TV timeout。目前台湾师大60比33领先了深圳大学。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我们看到这场深圳跟台师大之战的双方到了第3节，深圳大学在分数上面还是追不上台湾师大。那2队呢已经有着27分的落差了。那原本在深圳大学最重要的得分核心张楚玉到了第3节总算又投进了一个3分了。不过他从第1节到第2节在第2节全面熄火的情况下，让台湾师大当然是把握住了机会，一口气将分数已经拉开来到比较安全的距离了。对，没错。可是我刚刚已经观察到，其实第3节张楚玉这边已经有开始转变一些进攻的模式了。对，进攻的模式，包括滑到禁区的一些单打，所以表示这位球员其实反应也蛮快的哦。那再来就是他得分的方式跟手段也是相当的多元啊。只是刚刚在走位的时候有几次路线都被踩住了，被抓了一个进攻犯规。对。好，来看暂停回来，台湾师大徐巧云直接杀进去。双方真正要关门来不及。不过这个回攻也来得很快啊。不过台湾师大手更快，把球线给破坏掉了。好，先来看一下，刚刚徐巧云要关门来不及。廖美萱来到外围，孙启月，好远哦。对，但是他投进了邱雅璇，哇，这是一个非常远的3分球，大概有3到4步啊，好远啊。好，陈玉婷
打板没有。哎，这球一传进来，双方在中圈附近。 球差点掉，哇！直接撞上去，正面打板没有，第二波还是没有，第三波球权落在台湾师大手上，直接往前甩，陈玉婷，再给叶佑璇，慢下来，直接嗨漏啊！传的太高了一点哦。这是台湾师大的传球失误。 第三节还剩下4分钟，张楚瑜的中距离，李道清，打负，进攻时间还有10秒。在低位的单打，哇！传球这边快拿球，不然这样不然会变快攻。 回场伟力啊！回场伟力至少还可以回到防守的状态啊！如果不拿球被对方拿，就直接快攻了。没错哦，所以可以看到两边都是相当的拼命哦。大幅的走马换将哈，刚刚已经让一些新生磨练够了哦，主力要回来了。对，所以包括了这个张玉兰，包括江子柔，包括了千乔义这时候都上来的，这几位都是先发的球员。 孙启月在外围，再交给张楚玉。好，转身之后，这个单打可惜啊！其实第一时的转身速度蛮快的。对。张玉兰，再给居乔瑜。底线的传球，翻身空档出现，好球！大家都以为其实要传到底线去，哎，怎么就传到？我也是被骗到。 好，游信化再添2分。廖美萱，弧顶的位置。周亚璇，张楚瑜还是被逼在3分线外2步的位置哦。又这么远，太远了。这一球刚投进了。对，这一球可以接受，因为进攻时间要到了。是哦。好，徐巧云。 切传之后，还是给底线的游戏哇！这是他吃饭的地方啊！看到许志超了，应该不认识我，我年纪太大了，有一点像我的样子，有一点像嘛。而且他投篮姿势是单手，不是双手。3打2的上篮，玉兰第2波还是摆进去了。又是我在第1节讲的，就故意不进，故意不进，又一个进攻篮板，很会刷数据啊，玉兰。 哇，那现在双方已经来到30分以上的分差了。台湾师大68比36领先了深圳大学。好，画面上看到的是深圳大学的教练，李芬慧教练，当然台湾师大的梁家英教练是大家相对熟悉，耳熟能详啊。在暂停回来，第3节还有2分10秒，其实双方现在的分差已经来到30分以上了。深圳大学昨天是败给了文化大学，输了23分啊！哇，徐巧云的一个超节上篮没有问题，一条边。
台湾师大在防守上确实给了深圳很大压力。张楚玉，袁一静，好不容易过了半场哦，可是进攻时间只剩下10秒钟而已啊。林淑婷。面对张玉兰的防守啊，这个球啊要传都不容易啊，又被玉兰碰了一下，结果碰在脚上出界。哇，张玉兰这个手够快。来看台湾师大的进攻，子欧，好切传之后。乔伊的外线出手局，这是一个 long two。得分的人数相当多哦，相当平均啊。对，每个人上来都有贡献的。假传真投没有，没有力哦，有力做力量，最后出手力道已经没了。徐巧云再给刘信化，子欧，又是一个空档。巧妙配合，这个中距的把握真的高，非常高哦，他还只有1球没进。刘信化目前得分也来到14分。对，这个传球太明显了，直接被玉兰抄掉之后呢，4分卫士的传球来到的前场，慢下来。好，玉兰，这球被拨了一下哦，没有犯规。他其实又想要制造进攻篮板，他根本没有干嘛这样子？我觉得，因为他都没有权，他其实在想他到对面，其实他蛮轻松。他打这些级别真的是有点越级打怪吗？对，我觉得他很轻松啊，真的。好，现在李五月要来罚球，来犯规竞算了哦。第3节距离结束还有27.5秒，这一球把握住哈，所以来了一个3分打。李五月这边个人的得分也来到7分，可是个人的犯规也是来到4次。对。哦，那游信化目前是拿下了14分啊，他的2分球命中率8投6中，那罚球是2罚2中，75%哦。哇！155的子欧抢到了进攻篮板。好，张玉兰又是利用变速切入，右手挑篮2分进。这最后1分呢，拿得太精彩了。张玉兰拿到了这个8比特之后呢，在第3节结束，台湾师大76比39领先了深圳大学。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台湾师大跟深圳大学之战。我们看到在第3节，台湾师大又一口气拿25分了。那深圳大学那连续2节得分都不理想，
那当然双方现在有着30分以上的分差。台湾师大76比39领先的深圳大学。在第3节，我们看到台湾师大的几位球员表现依旧是非常稳定的，包括了徐巧云，包括了刘欣化在第3节又肩负起了得分的任务。那刚刚在第3节最后1秒钟，张玉兰的一个得分，我们看到真的是不同级别的球员。没错哦。那现在台湾师大这边已经有4位选手得分来到了2位数。对。子柔跟欣化都14分，那玉兰13分，巧云是11分了。小手大还是被拦下来。台湾师大今天在防守上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这球 Jumbo 球权轮替是台湾师大的球。64号的连凯琴是刚上来哈。对，今天第1次上场。对。那有173公分的身高。对，跟薛青霞30号。第4节因为分差必定有点大我们的梁家英教练也是让每位选手都可以上来体验一下比赛的强度。对，那薛青霞也有182公分，那2位球员都是来自苗栗商工。右前滑了一下，最后罚球线，可惜这个脚步因为他滑了一下，所以形成了走步违例啊，不然这个中距离投的蛮好看的。他其实比较少做中距离他都是远距离对，所以不知道是脚没力还是鞋子不好。这一球在前防守，把球拨掉。台湾师大差一点点再要到球权。压迫的防守再拨掉。好，薛青霞再上来，这个防守做得相当不错。好，薛青霞拿球。因为其实刚上场的球员，我们都会交代球员，你只要先做好防守用防守带动进攻，应该来个犯规了。对。当然，因为薛青霞她有身高她有182公分，所以当然她在禁区要看一下她的脚步跟动作了。徐涵的犯规，猫，台师大请球暂停。好，我们看到在场边喊出暂停，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今天对于深圳大学来讲真的从第1节过后呢，完全找不到进攻的核心包括台湾师大在整场比赛在压迫的防守呢，造成了深圳大学非常多的失误。那台湾师大到目前为止，整场已经出现了18次的抄截，防守强度非常强所以在攻守转换这边我们看到台湾师大这边其实获得了不少的分数对，好，青霞的出手没有碰到篮筐，直接长传。周亚璇瞄了第2波，还是没进。这一球是犯规的。李鲁月，那他是第5犯了，等一下要下去休息。深圳大学跟台湾师大各有1位球员5犯毕业。这时候李鲁月下去休息，把林书婷给换上来。走，再给玉婷。又是在身体接触的情况之下犯规了。深圳大学9号周亚璇抓犯规。
中央大学也4犯了，还有8分半。好，凯奇，哇，这球打板没进。没进。徐涵犯规喽。同样有身体的推挤啊。对，青霞。青霞叫的好像很熟哦，青霞，不是姓林吧？林青霞。你讲这个年轻球迷又不认识了啦。林青霞有机会哦，因为林青霞蛮红的。好，袁一静，再给张楚玉。好，林书婷的切传。好，袁一静第一时间并没有出手啊，带进一步，但是球又被点掉，又是江子柔的一个超截，给到凯奇的中距离去。哦，又是这种转换快攻，超截、转换、空档投进，2打1哈，都是来自于江子柔啊，大概要记上1分要给他，他的超截、推进跟助攻给队友哈。好，林书婷，哇，这球硬打还是撞在墙上，又是一个长传，偷跑之后的上篮2分有。哇，连凯奇连续2波的进攻，哦，当然都是子柔的助攻啦，2次都是哈。哇，这时候又要断掉了，又是青霞。好，青霞跟凯奇，好，回传给青霞，没有问题。哇，要喊暂停了吧？结果这几波，深圳大学连球都没有办法过半场，甚至没有办法传到禁区的情况之下呢，都被台湾师大给破坏掉。所以场边，哦，深圳大学喊出暂停，现在教练是非常不满意球员的表现的。其实刚刚李教练在上一个就想要叫了，再忍一次，没想到这是又一个失误，那不得不叫了。哇，我们看到从他的脸部表情啊，对，就可以知道相当的不满意。看到台湾师大这边目前已经有11位球员有拿下分数了。对，我基本上真的是人人有功练啊。那20次的超级，18次的助攻，哦，都是非常不错的数据。江子柔就超了几次？哇，子柔总共是2次超解，7次助攻。那超解最多的是玉兰啊，玉兰有7次的超解，7次的超解。算真的很会偷东西，偷球啊，不能说东西，偷球。对对对，不着痕迹啊。好，暂停回来，还有7分21秒，比赛要结束。啊，当然这场比赛的胜负应该是大致底定了，就看深圳大学在最后的7分多钟能不能打出教练满意的内容。暂停的次数，深圳大学这边还有1次哦，台湾师大这边还有2次。好，底线廖美萱的出手清了，篮板球还是拨在了深圳大学的手上。出手喽，没错。好，廖美萱还是清。好，改尔雅夫，再给到玉婷。好，连凯奇跟薛清霞打嗨喽。好，薛清霞转进去了，但是没有时间出手，右旋清。好，詹琪。再给到孙启月、廖美萱，哦，摆脱之后的骑马射箭中距离，摆进了2分，1对1的单打，好，廖美萱把这2分给要到，个人得分来到了4分，刚好又是1倍哈，82比41。好，右旋的外线区，今天的第2颗3分球了，就是要投，对不对？对。练这么多，就是要在这时候发挥啊！哇，发球违例吗？哇，
这样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深圳大学。所以进攻时间是前场哦，所以是14秒。深圳大学把9号的周亚璇给换上来，他身背4-4的犯规。好，右璇这次用切入的方式也要到分数哦，又是连拿5分，远投近切都可以哦。哦，右璇目前也拿下10分哦，效率相当的好。台师大已经有5名的选手得分来到2位数，而且目前拿到87分啊，是不是能够挑战3位数的得分呢？有机会。好，周亚璇的外线出手偏掉，篮板球。哦，薛金霞当然的这个人高马大，182公分，哇，这个传球被廖本轩给断掉。对，被拨到连凯琪这里。很快的再把球权要回来，好，又是连凯琪。好，篮底下没有人啊，还是传到了哦。哎，第一次放枪反攻还是没有。张玉兰教他的吗？就想要抓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正常来讲是会进的，好奇怪。不过今天的深圳大学传球啊，不断的被干扰断掉。好，连凯琪的中距离。哇，这几波台湾师大的进攻也没有正常的发挥，还是停留在87分哦。陈启岳，哎，犯规了，这个手推出去了，进攻犯规。新跑深攻支援，以手投出进攻犯规。陈启岳身高有177公分。他目前是1年级的同学，哦，这个右手非常明显。开始大球，裁判老师没有冤枉哦。台湾师大的球权还有4分45秒，比赛结束。陈玉婷。叶佑璇埋伏在外线，拿了就取，起了就进，是3分啊！佑璇，哇，现在练到真的是，以前我高中看他打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的，应该怎么讲，果断然后果决。因为其实佑璇大家从国中就知道他的3分对非常准哦，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只要有人对他，可能还会迟疑一下。现在不管有人还是直接发射。当然是很有信心呐，是好事啊。很有信心之外，我觉得这一件是练非常多啊，次数非常多，你才有办法赶第一时间接到球出手。有点是反射了。对，毕竟我们都是打篮球的都知道，你平常没有练的不够多，比赛是不可能这么顺畅的。刚刚是连凯琪的犯规，还是深圳大学的球权？袁一静、林淑婷、周亚璇要位置，哇，这球硬扛，第2波，哎，结果进攻时间到，24秒为例哈，2次的出手都没有碰到篮筐啊。又是台湾师大成功的防守。哇，周亚璇这一阵子是打得相当辛苦哦，马上被换下去哦。对，而且他刚刚从3分线外一路推到禁区。对，哇，这是浪费很多的体力啊。对，而且在禁区的时候看到台湾师大这边啊，2至3名的球员对他防守施加的压力。右旋给到了青霞，开启。哎，挡拆，但是默契发生瑕疵。袁一静塞到禁区正面打板有了哦，总算深圳也打出了一波精彩的搭配。许玉涵
哎，这一波又被袁一静给抄掉，哇，直接自己上。哦，但是我们看到亚父的精彩防守，把球给拨掉了。哦，右拳在左半边埋伏。非常强势哈，在低位的单打这边啊，陈玉婷要到了犯规。那当然，深圳大学这边啊已经到了加罚状态哈，所以陈玉婷必须站上罚球线。好，玉婷第一罚罚进。好，玉婷今天的得分也慢慢要逼近双位数。2罚中1。篮板球，双方在地板上争夺的非常激烈。Jumbo 球权轮替是深圳大学的球。来看一下袁一静，哇，这个传球跟队友之间的默契失误了。好，右拳过半场，凯奇再给金霞，高位瞄了一下，最后选择切入，在空中小拉杆，摆进2分，有难度，有难度哦。小拉杆啊，挺腰挺了一下。目前他们世代已经来到95分了。林书婷再给张楚玉，犯规喽，还没拿球，球还没到手上，金钱蛋哥。来看这个中距离有，许涵瑜目前拿下9分。右拳追求应旗，同样也是造成了深圳大学张楚玉的犯规，要来罚2球，张楚玉4犯。对，张楚玉跟周雅璇都是4犯哦。右拳第一罚，距离太近反而不会进。对，看了一下，3分球是真的相当准。右拳今天的3分7投3中，43%的3分球命中率。哇，这一球又差一点点被台湾师大给抄截成功啊！亚父这边如果抄到球的话，就有机会哦。台湾师大12名球员都有得分的记录哦。比分剩下1分30秒。对，那双方当然这个分差已经是大致抵定，就看看台湾师大能不能得分来到3位数了。台师大62分，反击到4分，加罚3中。深圳2次罚球，吹了连凯奇的拉手犯规哈，所以当然要送对方站上罚球线。对，林书婷要来罚球。第一罚顺利罚进。最后的1分20秒。好，连凯奇。这一球又是交给叶佑璇，
今天的3分球8投4中，连凯奇的助攻来到99分了。我们知道他们妈妈其实以前也是对3分的射手哦，没错。下次要问一下，到底是怎么练的，怎么教的？母亲比较准还是女儿比较准？妈妈一定说女儿比较准的。好，来看一下这个外线，张楚玉用勾的，没有，第2波也没有，第3波要犯规，这都跟张玉兰同一国了，多了2个。当然你要有这个能力哦，投不进底可以再抓到进攻篮板，很难啊。右旋在下半场从这个替补出发，目前拿下17分，全场最高啊，包含4个3分球，所以整个进攻效率是相当好，相当不错的。而且他才1年级，对。然后，当然我刚看了他的出手，就是不用想了，接到球就是出手。当然，教练团这边或是学姐们的都给他赋予无限开火的一些权利。对，来看这一波的进攻。是不是要做给亚父？就是全员不要得分，我觉得应该是要做给他。亚父的出手没有，不然刚其叶优选就可以投了。对，应该是要做给亚父，要全员得分啊，同时要破100。哇，这个传球深圳失误了，剩下16秒。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哈！要做全员得分啊！亚父在哪？亚父在前场。好，来拿球了。大家队友都好看。大家都在等，是不是能够排进2分？没有。哇，这一球啊，可惜了。不过这一场比赛，我们看到台湾师大呢，依旧是以大比分的优势啊，99比48击败了深圳大学。在本场比赛，包括了叶佑选拿下17分，子柔拿下14分，尤金晃也拿下14分。哇，我想这几位球员，包括张玉兰的表现呢，带领了台湾师大以大比分的优势击败了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昨天输球之后呢，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胜利，也吞下了2连败。恭喜台湾师大在本届的登峰造极，获得了2连胜。下一场我们紧接着就是男子组的对决哈，由政治大学出战国立体大。好，来看一下最后的中场数据比较。台湾师大整场比赛2分球命中率高达58%，哦，3分球也不错，有33%。而深圳大学最可惜的是，他们今天的投篮命中率非常不理想，2分球只有31%，那3分球呢只有25%。篮板球虽然深圳大学多，但是因为他们投的这个几率比较多哦，这个命中率比较低啊，所以当然篮板球多。那助攻的部分，台湾师大是遥遥领先的23比9。好，接着看一下在超节的部分，24比5是今天台湾师大在数据上最亮眼的部分。那两边都有2次的火锅失误的部分，当然因为台湾师大有24次的超节，所以深圳大学出现了34次的失误。我想这是整场比赛最大的分水岭。对，佑璇来到我们的主播台，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大学的生活到底如何。过去我们知道你在登峰造极啊。曾经拿下48分，你还记得那场比赛吗？记得。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那个对方的教练是说，因为他们知道我比较会得分，所以他们没有特别下指令说要去盯我这样。然后我的队友也知道蛮多机会空档。所以好，那当然在当时在2023年，当时你还是高中生，现在已经是打大专组的部分了。那今天等于是替补上来，那因为我一口气拿了全队最高分，包括3分球的命中率8投4中。谈一谈从高中来到大学阶段，你怎么样让自己很快的能够衔接上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教练跟学姐都会一直叮咛我，就是要先从防守做起这样，然后因为在场上的机会可能比较少，对，然后上去的时候就要把握自己投篮的机会。是。那第一场这样子打下来，今天是第2场的比赛，那你觉得感觉如何？是不是已经跟大家越来越融入了？那对新学年尤其是 UBA 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是我觉得第1场打完之后，今天第2场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这样。然后我希望我大1的时候就有上场尽力帮助学姐，这样。是。希望我们也希望我们进小巨蛋，然后可以进冠亚军赛。对。
谈到重点了，希望你们在新学真的能够先第一目标先进小巨蛋，那接着往这个冠军的目标迈进，也期待今年台湾师大有很精彩演出。那谢谢佑璇来到我们的主播台，接受访问。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谢谢。W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is the war against ourselves. The only person you have to prove you're better than is yourself. I was a savage, but now I'm a human being. 信仰的定律，我不再肃然僻静。I'll be legendary, I'm not getting out of dream and Julia. 最喜欢你，根本惯用，干不掉我，现在换我想你啊！什么时候放我上场？一方四色是我想要，我有权利，没人能挡。分了一波，不再当个窝囊，不会懈怠，当被盖 until I die. Make it shine, everybody be my side, hands up, right on my side. Do some real grime shit.